伯母担心郑叔要离府，可知道南君因为羞愧难当也要离家。可这件事情上，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堂堂威侯要自己去看管修渠一事，伯母可曾关心过他要走多少路，吃多少苦？就连偶然送给南君的鞋子也小了1寸。可我看那郑叔一身妥妥当当，全是伯母安排，才明白原来不是伯母不愿用心，只是不想把心用在南君身上。那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南君的饮食起居就由我一人负责。够了！我对仲林的心思你怎么会懂？你给我出去！伯母好好休息。去给我找点有香味的东西过来。啊？咱们刚从法场回来，身上都是血腥味儿，有的人不喜欢闻，也省得他找麻烦。是。女君不用急于一时，南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没事，就这几针了，我想赶在他明日出发前给他。就差几针了，让碧来给女君缝吧。女君不在意这一时片刻的。我既然已经答应婆母要诚心待她，自然不能怠慢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备饭。若是南君今日还不回来的话，你就挑几样他喜欢的给他送过去，叮嘱他保重身体。是，女君。这是什么？是玫瑰。南君若是觉得不妥，必再去换。不用换了。玫瑰虽然带刺，但还算香口。南君回来啦。啊。我叫人备了饭，你要不要一起吃啊？你安排就好。那日我只是惊到了，不是害怕南君。跟我说这个干嘛？我又没在意。南君什么品性，我是知道的。即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也没强迫我。只是那日又不是南君的错。南君为什么要怪自己啊？我可没有怪过自己。两地重新修渠，确实很重要。可是施工的相关事宜，上次在盘议的时候，南君就已经吩咐得清清楚楚了。此次去不过是走个过场。南君身份尊贵，平常呢，知道你能说会道，先吃饭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南君的腰带旧了，所以
你亲手绣的？嗯，时间太短了，绣得不好。是不太好。你看这鸳鸯绣的，跟两只鸭子似的。也没有那么不好啊。再说了，我绣的也不是鸳鸯，我绣的是凤鸟啊。凤鸟和鸳鸯都认不清，还说我。所以说你绣的差嘛，这谁能看出是两只凤鸟啊？以后在家闲来无事的时候，针线活要长进了啊。南君教训的是，若是南君不嫌弃的话，先试试大小吧。一条腰带而已，有什么可试的？回头再试。吃饭。主公每次有心事都会叫我这个军师出来作陪，但今日这个茶，我实在是喝不下了。这茶可以不喝，但是还得劳烦军师帮我出个主意。主公可是想问女君？你如何知道？女君前几日也曾找过我。那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主公与女君既为夫妻，那便是至亲至爱之人。既是至亲至爱之人，又何必互相谋算？那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伤害他。但乔祖罪不容诛。对，往这儿，后面快一点，往这儿，快点！内周，赶紧都弄好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后面快点！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主公，有百姓来送行。送行啊，修渠这种事儿，主公都亲自去，那还不好好操办一下，让百姓们也知道，主公爱民如子嘛。主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们送你啊。你们就这么希望我走？啊，是，出远门嘛，送一下。酒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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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公，酒也到了。你既然这么开心的话，要不这样，你自己去吧。主公，我也没说我开心，正好借此机会出去历练一下。主公，这我还小呢，还没独自办过差，人微言轻的。经历一回，自然就会有所成长啊！就这么定了。对，你们也想去啊？我们很成熟了。南君，这是女君送来的腰带和点心，让您在路上垫垫肚子。腰带拿着，这个你拿着，路上慢慢吃。主公，这是女君特意送你的，要不你还是和我一起吧。吃吧，我自然是回家吃肉了。走了。
公让你去你就去，这是主公对你的看重和历练。去吧，等我回来吧，好好干。哎，正好肚子饿了，一块吃饭。那车娘多加副碗筷吧。是，是我送过去的东西不合胃口吗？哦，不是，我让魏朵去督工修曲议事了，然后那个点心让他路上解馋了。哦，那看来南君的风寒已经痊愈了，那就留在家里好好休息，不要到处奔波，免得操劳。这何府上下，就属你玲珑心思，最会说话。南君谬赞。对了，过些日子就是祖母的寿诞了。往年都是母亲操办，但今年她不方便，就交给你来办吧。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伯牙插上了乔家的旗，还丢了萧纲。你本是一名名将，竟然输给了一位马夫，让世人耻笑。主公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公责罚。夫君切莫动气，伤了身子。此刻又是边州的用人之际，不如暂且按下，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谢主公，谢女君。来，如今魏国和燕州达成同盟，此事不好办呢。自李肃战死，边州两将匮乏，兵力不足与魏国抗衡，短期内还是不要硬碰为好。夫人聪慧。自小我便背负着牡丹命格，相师说我会嫁给中原之主，自然应有辅佐之力。你很好，是我福薄，配不上这花田。夫君怎可说这样忧愁的话呢？我虽与夫君成婚，却一直未能绵延子嗣。窃想着，若能过继一个才华、样貌都出众的孩子，由夫君亲自抚养，也可早日为夫君分忧。此次之事，如今我有叔父辅佐。侄儿啊，叔父，拜见主公。夫君，侄儿的病可好些了呀？我已差人前往他州，遍寻善治可击的名医，不日即可抵达丹郡。叔父，我有女君照顾，不必为我太过寡忧。自打侄媳嫁来后，边州便节节败退，日渐式微。如今就连侄儿竟也一病不起。我倒想问问，侄媳额间的花钿，是助我边州一统大业，还是为边州招灾揽祸呢？叔父所言有理。
阿姐，姐夫可有答应过继一事？此事还需慢慢商议。可是武山国来时，特意提及此事。那又如何？是姐夫不允吗？他病成这样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眼下最应担心的是陈胖。此人虽为边州家臣，却从不将我放在眼里，还屡屡挑衅我的牡丹命格。派人盯着苏女，一旦发现她对边州有二心，立刻来禀告。是。玉君，这太夫人的寿宴可马虎不得。可是咱们什么都不懂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不懂，但是自然有懂的人啊。夫人，寿宴的流程已经按照您要的章程安排的差不多了，还有几处问题，您看看要不要与往年不同？去，别来烦我。寿宴的准备啊，先搁下吧，你先下去。是，奴婢告退。你说我是费了多长时间，才弄清楚婆母这半点喜好？她刚来，比我明白啊。哼，行，就交给她去做，让她也吃吃啊我当年吃过的苦头。夫人呐，不必忧心，她才进府多长时间呢，定是什么都不懂，这就让她去办，到时候出了纰漏，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啊。哼，咱们倒是落了清静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拜见婆母。婆母侍奉祖母多年，祖母的喜好，婆母应该是最了解的。那是当然。妾刚入府不久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想向婆母请教。哼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请教的？哎呦，你这么伶牙俐齿的，又会说话，又会做事，我有什么可教你的？我也不是什么个细致人儿。婆母，南君之所以把寿宴交给我办，是害怕你累坏了身子。若是这寿宴办不好，到时候祖母不开心，我们也都别想舒心了。哟，挺有自知之明嘛。况且寿宴上定会来许多宗亲，若是安排的不妥当，恐怕会丢了南君的脸面。那可不行啊！是呀，所以妾想请婆母将历年的惯例流程告诉我，我也会向南君、祖母言明婆母的教导。这若是办得好了，就是婆母教导有方；若是办得不好，我一人也能担着。你就按照这个去办啊，切不可让那些宗亲们看了笑话。还有啊，一定不能让那个人抢了仲林的风头。就那个人，那个人，应当说是南君的表兄，威石君。听说他是南君的姑母与家奴的私生子，虽说出身不光彩，但是也随了老威侯的姓。太夫人极为疼爱，等年纪大了才出去立府。我听魏良说，魏使君这2年一直外出游历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送点东西回来，所以女君的新婚也没赶上。那我应该随南君叫他一声表兄。可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这魏使君从小就放荡不羁，终日厮混在酒肆花坊之中。听说半城女子都与他有染。他要是回了于郡，那男人们可就遭殃了。怪不得，这几日我上街，发现街上很多女子，妆容都比往日艳丽。魏使君，这是带什么新鲜玩意儿了？都是你们喜欢的。魏使君，快来呀！把酒菜备好，晚些就到。那你可别忘了呀。是啊。听说他不仅在外沾花惹草，家里更是妻妾成群，是个十足的浪荡胚子。
还好他不怎么在府里，10日里有7日宿在9寺花房，3日宿在翟府。这一块地里的2根苗，一个府里的2位郎君，还好，南君不是如此。南君到底和他不同。算了，我们也少议论他吧，少与他接触就少些是非，好好准备苏木寿宴吧。是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使君，太夫人命我等前来恭迎使君，给使君请安了。使君回来了。您这3年怎么一点样都没变啊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使君就别拿屁说笑了，太夫人还在府里等着您呢。让他老人家久等了，罪该万死，我这就进府啊，给他赔罪。是，比这就去告诉太夫人。婆母，世元又不知在哪儿绊住了脚，您着急也没用啊。世元是专程回来给我过寿的，你要是等不了，可以回去。拜祖母，拜祖母，不孝孙儿回来了。拜见拜祖母。哎呀，快起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哎呀，瘦了，憔悴了。不少小娘子都说我品貌非凡，偏偏是不入您法眼。可见我不在这3年啊，您见了多少俊俏的小郎君？还是那么油嘴滑舌，还是油嘴滑舌啊！油嘴滑舌。您身体可还好？一切都好。拜见舅母。钟林，可还好？一切都好。我听说你娶了新妻，相貌冠绝央水，怎么不带出来让我一睹芳容啊？世元又在胡说。乔氏这几天呢，为祖母的寿宴忙碌，改日我亲自带她过来见表兄。说到寿宴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来，我给宗亲们都带了礼物，这些是给你们的。等一等，我也有东西啊，送给你们兄弟俩。来，这是给你的，这是给你的。谢拜祖母。打开看吧。这是一对玉璞，是我嫁到魏国的时候你们祖父送给我的，今日就赠给你们2人了。谢拜祖母。谢祖母。此为珍宝，妥善保存。哟，这婆母啊，就是心疼外孙。我们仲林啊，都是跟着沾光的。世元，你不在这3年，你外祖母别说是玉璞了，就连是一块石头也没拿出来送过人，是吧？我今日心情好，你少说2句。就坐吧。好。各州郡送来的礼品一定要登记好，物品和人一定要一一对上，千万不能出了差错。放心吧，女君。南君，祖母寿诞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最近一直在挑，但还没有挑到合适的。打开看看。此物名为玉璞，是祖母心爱之物，但今日转赠于我。我如果留着的话，却有不妥，所以你就找个能工巧匠，打个配饰，就当做寿礼，送还给祖母。
我虽没见过玉璞，但这块质地通透，定是上好的料子。要不做个玉镯送给祖母，她肯定会喜欢。你定就好。谢谢南君为我解忧。我什么时候为你解忧了？我是为了让祖母开心而已，别想多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反应这么大干什么呀？掌柜的，小桃姐来了。今天有个大伙，帮我们家夫人做个镯子。见过夫人。天哪，这么好的成色，这小人还是在做学徒的时候有幸见过一次啊。你看，就说你没见过世面吧。不知道夫人是自用还是送给别人啊？要个什么样式的呢？送给家中长辈。劳烦掌柜的帮我精雕一个龙凤呈祥的福镯吧。那我得琢磨琢磨。你好好看啊，别弄掉了啊！哎，就跟你说别掉了，别掉了！小人该死，夫人饶恕。行了，你先看看影不影响图样。龙凤呈祥这图样细致繁复，这么大的裂痕，这肯定是不行了呀。你说说你还能干点啥？那这人也是的，大白天的当街纵马，白瞎我这么好料子了。的确是我的不是，给各位赔罪了，可否容我弥补一二？赶紧进来弥补吧。诸位女郎不计较是你们心善，可我却不能含糊。来，让我看看。上等的玉料，这般玉料荒废可惜了。容我想想。即使送与长辈的，那这佛莲虽没有龙凤呈祥精致，但是更有祈福的寓意，兴许可以弥补一二。看着还行。劳烦掌柜的了。看着他点，别又掉。你小心点吧。多谢郎君献策。没什么。我这正好做好了一个新的簪子。需要钢漆相配，如若夫人真想要感激我的话，帮我试试吧。夫人千秋绝色，与这簪子是绝配啊！哎，你看看跟我配不配呢？夫人既是看不上，不勉强了。魏使君慢走。魏，哪个魏呀？嗨，这于郡城中还有几个魏啊？这就是魏使君啊！果然浪荡。听说刚到于郡城，府上就多招了好多姬妾呢。使君为人和善，极好相遇。但你们日后在府上侍奉使君时，却得格外上心。这里不比酒肆，使君不喜艳俗之物，所以日后你们的衣着、妆发，都需要格外注意才行。明白了吗？使君回来了！使君回来了！使君回来了！你带他们去厢房，我去迎使君。是，请跟我来。这是宜君，
这不是咱们燕州的兰草吗？正是，魏使君这次回来，给各位宗亲都送了礼物。想到女君来豫郡多时，不免有思乡之情。途经燕州之时，便着人寻了3盆兰草，打算赠予女君。只可惜路途颠簸中死了2盆，只剩下这最后1盆，特来送给女君。谢谢你们使君了。是。这样一看，想必也是仔细挑选了的。这翻遍整个燕州山坡，也很难找到这样一株。花是挺好，人就不怎么样。这些富贵的郎君哥们，多的是怪癖，像咱们南君这样的，不多见了。去找个好一点的花匠，精心饲养。好，我一会儿就给记上。那我先告退了。好，走吧。二叔母送了一对白玉手镯。放好了。这么多人送来这么多寿礼，还是咱们的镯子最漂亮。那可不嘛。别瞎说，各州送来的礼物都是极好的。只是我们那块玉璞确实珍贵，所以做出来的玉镯也更加精美。可见南君啊，是有意帮女君在太夫人面前长脸的。他只是想讨孙母欢心罢了。这贺礼的物件都是送到这儿吗？是在这里，女君掐在此处。你把寿礼放在架子。弟妹在这儿啊。哦，我是仲林的表哥。今日多有不便，日后请钟灵引荐，再正式拜会弟妹。原来是魏使君啊，还没有感谢那日你送来的兰草。小事一桩，不用放在心上。那这物件儿，我就放在这儿好了。弟妹走的时候别忘拿着。外祖母的寿宴可是大事儿，出入的人都要严查，出了事儿的话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多谢魏使君提醒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放镯子的盒子不见了。我刚刚还放在这儿呢，你放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收起来忘了？我放这儿了。找了。你说收哪儿了？我刚就放在那儿了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镯子丢了，定是我们的罪责，还请女君处罚。不过，今日进进出出的人，我们都仔细检查过了，绝不可能有人藏私。我还见过那镯子，在那之后，魏使君就进来了。魏使君和他之后进来的人，你们可有好好搜查？魏使君和他之后的人都查过，魏使君还嘱咐我等不可懈怠，女君明察，我等绝不可能渎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这真是越怕越出错。女君，那可是南君特意为太夫人准备的寿礼，这万一要是怪罪下来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要不，先瞒一阵儿。丢了东西本来就有错，若是欺瞒的话，只会错上加错。妾办事不力，还望南君责罚。我说怎么了？来，起来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是给祖母打的镯子，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库房的人都已经盘查过了，没有人擅自携带出来，守卫也一直在门口轮守，没有人携带，但东西就是不见了。现在府中内外都知道南君要送祖母镯子，可偏偏这个时候镯子不见了，
祖母若是失望的话，全都是妾的错，还望南君责罚。我还当多大个事儿呢？没事儿，这库房有人看守，东西肯定丢不了。明日再仔细找找就行。而且就算丢了又能如何？别放在心上。对，我衙署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啊。好。南君刚责怪女君了，他怎么看起来毫不在意啊？白兄，干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啊！祖母送的那块玉璞，你先给我用一下。你自己不也有一块吗？我是有，但是那个玉璞被我打成手镯了。我本来想当做祖母的寿诞之礼，他被我弄丢了。弄丢了？这东西谁负责？乔氏负责。她身为魏国的女君，连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吗？不是，她平时做事的时候心思十分细腻，但这次属实是个意外。这就学会护短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有多么重要，你到底心里行了，你别磨叽，快给我吧，我急用，快点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拿我的玉去打你的镯，给乔氏补漏，那这个账咱们得重新算一下啊。不都说这亲兄弟不算账吗？不，你看啊，你拿我的玉去打了镯子，那我这个玉岂不是有借无还吗？乔氏说了，这手镯未必丢了，等我找到的时候，我自然就会还给你。此事你得严查啊！你查吧。谁呀？奇了怪了，东西在自己家里，说没就没了，遭贼了。弟妹可在啊？表兄，弟妹，原谅我不请自来，只是我听闻重林贵重的镯子那日丢失了，正巧那日我也来过库房，想帮忙寻一寻，找一找。啊，那多谢表兄了。弟妹也莫要过于着急，这府内戒备森严，这么重要的物件丢不了的，兴许就是不小心遗落了在了哪儿。哎，弟妹看看，可是这个？就是这个玉镯，表兄在哪儿找到的？就在那边的陶瓷罐里面。我就说嘛，不会丢的，肯定能找得着。兴许就是谁碰掉了。主要是这块玉璞是极好的料子，又是祖母送给南君的。若是因为我不小心弄丢的话，我肯定会万分愧疚的。今日，多谢表兄替我解围。好说，好说。这块玉璞是当年外祖母嫁到魏国，外祖父送予她的，的确是珍贵的材料。外祖母将它送与仲林，可见是什么心意了。日后啊，弟妹一定要加倍小心，不要再出岔子了。表兄说的是，这块玉璞确实是世间罕见之物，就连于郡城也绝无仅有。那这么说来，那日在首饰铺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认出了这块玉璞，也识破了我的身份。弟妹果然聪慧过人。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还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？
都说燕州双叔绝色貌美，我就是要亲自看一看，品一品，你奈我何？哎，这魏家就没有一个好相与的。魏使君当日在铺中就知道您是女君，还故意出言调戏，今日又将手镯给送回来，故意接近女君。保不齐这手镯就是魏使君藏起来的。他这个人也太狂浪了吧！那万一以后做出更出格的事儿，咱们怎么办呀？我就是有此担心啊。要不咱们告诉南君吧，免得他恶人先告状。小桃，这种事情无凭无据的，万一南君是认为女君故意挑唆他们兄弟关系，那可就不好了。那，怎么办呀？手镯丢了，我敢告知他与他商议，可他表兄出言无状这件事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走了。南君回来了，手镯的事儿不必忧心了。这是玉镯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南君说的是，我不用再为玉镯的事忧心了。那失而复得，确实更好。多亏了魏使君，玉镯才能找到。他找到了。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那日他来，手镯就丢了；今日他又来，手镯又找到了。看来这镯子跟他真是有缘。的确是有缘分啊，他才会如此伤心。哎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跟他见过呀？啊，还未认亲，不曾私下见过。库房的时候也是隔着屏风说的话，所以好奇魏使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问问南君。讨女子欢心这件事上，我的确不及他。南君匆匆忙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昨天在衙署待了1月。哦，南君真是勤勉。勤勉什么呀？白忙我一场。这是哪家女郎啊？夫人装扮，是位夫人吧？怎么这次角色没受高气呀？使君，主公，人呢？使君说想让他出来，您得亲自上去抢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的，你不是经常来吗？把他叫出来。我来都是哄姑娘，醉汉我哪哄过呀？不会。上回我来。
知早安之，去照顾好威侯。是。威侯，走开，走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威侯不需要，都下去吧。是。不是你表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种地方，还约在这儿见面。今日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何事啊？你与外祖母平日都劝我收心，近日我遇到一位喜欢的，帮我寻寻。真的？你若真能收心，远离这些风花雪月的地方，我自然会帮你寻。如此甚好。说吧，谁家的姑娘，在哪儿遇到的？在豫郡，但也不知是谁家的夫人。夫人？你是不是耍我呢？话说得好听，真到我有事求你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态度。这是帮忙的事儿吗？你调戏人妇，何等无耻！这话你还好意思说出口？你跟外祖母不过就是看我留恋酒肆，辱我家风，非要说什么好话，说替我筹划未来。你要真能收心的话，这魏国最好的女子，祖母也替你学的。罢了罢了罢了，我可不是你。为了权势，可以和仇家的女子在一起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感情这个事儿你不懂，感情得相处之后你才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是你，没有闲情在一个人身上空耗着。啊，这样，你告诉我，这女子长什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找到，然后去告诉人家，安分守己，远离你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你才没安好心呢！仲林，你时间。魏侯的玉牌掉了，送去魏府，交于女君。瞧着威侯刚走，且追上去，还给他便是。我说的话没听清吗？是。乔魏联盟的事，交给我来办。我为你留了一手暗棋，必能替你解忧。少主切不可忘记，此番回来魏国的真正目的。他是让你来帮我的，不是让你来教我的。属下不敢。你不会以为我是真喜欢上那个女子了吧？少主英明。这大半夜的主公给咱们叫过来要干嘛呀？我这刚到罗中坊，这屁股还没坐热呢。不是罗中坊那么多女子，你就不怕挑花眼吗？你就不懂啊，这各个女子都有各个女子的好。你这鱼脑子什么不明白？哎呀，我咋不明白了？渝州女子爱沾头花，燕州女子爱配兰草，这我知道。什么兰草？我看燕州人最爱的是墙头草。萧说的对。
来，小谭，你闻闻我身上，看看能不能闻出什么味道。是脂粉区，南军今日去94了，这都能闻出来？赶紧找套干净衣服来。是。哎，对，如果女军来请我，你就说我公务繁忙，不回去了。啊，女军并没有差人来请，没请。女军近日忙于太夫人寿宴，就连春娘、小桃姑娘、小枣姑娘也都跟着忙起来了。原来有正事儿啊！主公，你找我们？正好。这画像上的女子，寻得之后，如果是梁家的妇人，就告诉她，离我表兄远一点。是。行了，去拿衣服。哎，我这玉牌呢？嗯，没有啊。哦，许是拉在寝屋了，侬去问问女军。哎，过来。不可能，今早出门的时候还在。你派人出去给我找找，此事不得声张，尤其不能让女军知道。是。女军，女军，你又毛毛躁躁的。女军，这个是罗中坊刚才一个酒娘送过来的，说是南军留下的。南军去了罗中坊。寻人所记是魏朵的本事，他不在，主公让咱们出来找，上哪儿找去？那咋办呀？张榜，宣长寻人？疯了！史君的心上人，大张旗鼓的能行吗？别废话，打个看看。这不猜的了吗？也不知道谁记的了，半天也猜不开。杜哥，灌溉呢？那是不是小头了？这哪是小桃？这比小桃小了2号。不是，你看谁都像小桃。不是小头吗？快点！呀，这是小头！你眼睛长毛了，这哪是小桃？身量纤纤，怎么可能是他？这不就是画的吗？你看有头发，有衣服，还长这么好看，还有个燕州兰草，那就是小桃嘛。有兰草就是小桃了。燕州来的为什么不能是春娘呢？春娘？没这么年轻嘛。就是小桃。要是小桃的话，我觉得倒是好事儿。史君万一喜欢的是小桃，免去我们一桩烦恼，省着这丫头每次见到我们都威胁要嫁给我们。说的对。怎么了，盾哥？是史君找我吗？这是不是你了？怎么了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了。刚才还是小桃的。给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南军衣服啥时候送来的？这酒味儿混着脂粉味儿，南军就是去罗中坊了。跟女军说一声。小桃姑娘啊，不是我说，魏良将军，大白天的你不上教场练兵去，成天往后宅跑啥呀？南军都没你来得勤。我这不只是为了给主公办差吗？后宅能有你什么正经差事啊？行了，你这2日有没有出府了？怎么了？那就是出去了。哎，我出去怎么了？哦，行，你们男人整天流连酒肆，我们女人家出去逛个集市都不行啊？不是逛集市归逛集市，但是碰见陌生男子，你该避也得避一避嘛。啥意思？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讲话，但是我为了你好啊。魏使君是个啥样的角色了，你心里应该比我们清楚呀。我们兄弟4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坏。徐太夫人不约束啊，主公也没法管。你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心智，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嘛。
这事儿连你都知道了？那可知道了。那也不能赖我呀，我能有什么心思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真是为了你好呀！你看看，人家这样找你，画上都画出来了，四处寻你了吗？你要是真想嫁人，你从我们4个里挑一个呗。我还挑一个？你们4个都跟你一个眼神啊？你这是我吗？嗯，不认眼。这不女君吗？哦，不是你哈。哎呀。哎呀，不是你，气色不错啊，桃儿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肯定不是小桃，这都多余一问。真傻了你，啊，不是小桃更麻烦。呀，那魏使君看中的是女君，那你也看中的是小桃啊？不敢瞎说。什么？使君进仙闹到了南君处啊？女君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绝对不能怄气，需要跟南君解释清楚，是使君浪荡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南君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吵起来没有？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啊！哎，我看你巴不得南君训斥女君，然后再找个理由把我们赶出余郡，赶回燕州。可不敢瞎说嘛！怎么回燕州了？我们从来没有赶过，是你们想回的吗？我们可没赶啊！回燕州嘛，没出息。哎呀，两位将军，求求你们别再吵了。听说你近日很是忙碌啊。是，府上琐事甚多。你跟小桃经常去集市，负责为寿宴采买，也辛苦了。倒也不是为了祖母的寿宴，是去寻些不见的东西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你寻物，我寻人。不知道南君寻人顺不顺利？我倒是挺顺利的，被人家赶着上门送上来了。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罗中坊的九娘送来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九娘手里？而且我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所以妾才想不通，近日觉得苦恼呢。自己家的东西轻而易举就到了别人手里，玉镯也说不见就不见。妾身为府中女君，可能确实看管不力，还望南君责罚。想不通就别想了。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在九娘手里，我不许外人近身的。这东西虽然在九娘手里，但可能却不是南君给的。南君近日可见了什么人啊？也没见过什么人呢，就跟表。要如此说的话，我还真去了一趟酒肆，但是没叫九娘相陪。我向来厌烦那些。南君出去应酬，应是如此，不用向妾解释。南君这手里可是要给我看的东西啊！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有什么话可以跟我直说？你今天明知道我拿着画箱来找你干什么？你给我装什么不明白？我说过，我有话会直说。问题是南君要听啊！你今天一心想要为难我，盛怒之下怎么会听我辩解？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为何跟他在玉虚坊相遇，又为何让他对你过目不忘？好啊，那南君是要责罚我，还是责罚表兄？你认为我跟他有兄弟之情，怕我空信他一面之词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跟你是夫妻？我也想听听你如何解释。这人非草木。罢了，表兄这人一向不爱守规矩，但他应该也不至于做出唐突兄弟媳妇的事。明日等他拜见祖母之时，我亲自带你过去跟他说明白。
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你的错。刚才是一时气话，还望南君勿怪。这事就当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哎呀，你外祖母啊，早就备好了各色糕点，就等着你来。这一身酒味都没散呢。玩乐归玩乐，与那些酒娘混在一起，这到底是过分了些吧？母亲，表兄，仲林，外祖母呢？外祖母等你多时，如今在院中呢。哎，等一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乔氏，你不在的时候我娶的心腹。表兄，弟妹。都说央水十分色，双书占8分，此言不虚。那是自然了。是我糊涂了，忘了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今天就算正式见面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那是自然了。不过舅母指着的对，我呢就是缺一门像仲林这样的好亲事，不然何至如此啊？我只是说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妻房，才好酒的。行了，祖母等着你呢，去。外祖母，世元来赔罪了。哎呀，恭迎魏将军！魏将军一路奔波辛苦了，府上已经准备好了酒菜，为魏将军接风洗尘。来，不必麻烦。永宁渠进展如何？永宁渠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再有些时就可以竣工了。只可惜呀，听说兴都那边进展的有些缓慢，得等他们竣工了才能通渠。县令先带我去看看永宁渠。也好，魏将军这边请。好车！史军，接住！好！参见魏侯。仲林，为何赎罪？事前冒失了。无妨。这是表兄新找的酒娘。是啊，你若是喜欢的话，我让与你便是啊。你不觉得她有点眼熟吗？你们都先下去。钟离啊，我看你现在看谁都像是你家的乔氏。这几日呢，表兄回到余郡有一阵子了。之前都是因为琐事闹得不开心。这事怪我，我应该早点让你跟乔氏相认的。来，给你赔个不是。钟林，讲实话，我不喜欢你的心气啊。谈高到魏家，便惹出如此多的事端，今后还不一定留着多少招式。你要知道，魏国与乔家是世仇，你要提防着。之前那些事都是误会，而且我与他成亲之时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只做魏家府，
不再是乔家女。嗯。不过乔家把她嫁到魏国联姻，这又拱手相让的盘义，这其中有多少利益权衡？乔家何时做过赔本的买卖呀？她虽然有一些聪慧，但是毕竟是个弱女子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而且表兄有所不知，之前在盘义，我很轻易就把盘义印信骗到手了。哦，又把他赶出了新都。后来来于郡，我直接把他扔在城外，让雨淋了3天。这桩婚事是我点头同意，最后才促成的。那她现在是魏国的女君，这还不是最终顺了她的意？那还不是因为他帮我修了永宁渠，可伯牙插上了乔家的旗帜，那我转眼就打了孝刚啊，此事不亏。老兄，我知道你有所防范，都是为了魏国。不过，我跟他的关系是公事儿，也是私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如今为他已经成婚，希望表兄善待家人，不要让祖母担心。那是自然啊。那这话还给你，话中的人我也未寻到。哦，那别多谢众人了。吃饭。饭我就不吃了，衙署还有事儿，下次再来陪你出去。饭也不吃，醋菊也不提，酒就喝一杯。将军，如今两地都已竣工，下游疏通，上游也已完成蓄水，只待开闸永宁渠便可正式开渠。开闸！只知道荣郡闹饥荒，没想到如此严重啊！今年荣郡少有雨水，灌溉水不足，由于干热风导致小麦枯守，粒重较往年减产过半。我们郡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特地叫奴前来求助主公。荣郡时有旱情发生，去年就闹过饥荒，幸亏有主公调粮，虽然价钱高了一点，但是勉强说得过去。今年除了余郡，魏国全境收成不好，要再想调粮，恐怕有些困难。饥荒要是一起，百姓无论是反是逃，对政局都不稳。这民间素有囤粮大户，向他们收一点，哪怕价钱高一点也无所谓。我们郡守说，主公在外面打了3年仗，民间囤粮早已所剩无几。咋又说回我们了嘛？啊，这不想办法了吗？难道让百姓自生自灭？那汉军那边呢？已给威廉将军去信，让他协调调粮。回信说已无粮可调。这个魏典，那荣郡的粮食还能撑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南军可是在为荣郡饥荒一事而忧心。你消息倒是灵通啊。今日小谭来送荣郡郡守给祖母寿礼的时候知道的。百姓受苦，切勿心忧。
南君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不妨跟我说，望能为南君解忧。先吃饭，不谈正事。妾听闻这燕州地处北方，那里的人声音洪亮高亢、粗犷，就像是江河奔腾；而这耀州呢，地处南方，那里的人的声音细腻温柔、轻言软语，如涓涓细流。南君可知为何啊？原来这人的嗓音粗细和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可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！应该是一方作物养一方人，更为贴切。南君所言极是。听闻魏国喜种春麦，春麦的抗旱能力极强，就像是魏国百姓一样，性格坚韧。可是春麦虽好，产量却不高，若是遇到极旱的天气，便会颗粒无收。的确，这荣郡便是如此。那南君打算作何啊？只能向各郡县去募集粮食，看看能不能帮荣郡渡过难关吧。借粮可解一时之急，但绝不是长远之计。荣郡的饥荒源自旱灾，若是想根除此祸，南君是不是应该将这永宁渠一路向南修建？修建至荣郡境内，若是能保证灌溉，那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饥荒了。我看你想的不是想要根除此祸，是要活水东引吧？南君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可太懂了。这修渠需要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新都到荣郡路途遥远，若修此渠，我必然没有大量的精力去攻打燕州。而且这荣郡毗邻边州，我若修成此渠，我对边州的威胁要大于燕州。你不就是这么打算的吗？我可没有想这么多。以你的脑袋，想的只会更多。南君所言，确实是妾心中所想。提议修渠，确实有为燕州谋划的私心。魏国修渠耗时耗力，可为燕州取得片刻安宁，此事不假。可若是此渠通至荣郡，可以惠泽魏国无数百姓，此事亦真。此渠要是修通了，可为燕州延数岁之命，但可却为魏国建万世之功。你算计的倒是坦坦荡荡。不过此事我自有打算，以后你也不必再提了。先吃饭。仲林在否？使君，南君现在在衙署办公，不在书房。好，那我便进去等他。恐怕有点不太方便进去。有何不便啊？难不成仲林在书房藏了姬妾？表兄，小谭，你是怎么当的差呀？放外人进仲林的书房？此事不怪小谭，是先前南君说过，如若我需要取阅一些资料、书籍，可以自己随时来拿，不需要再向他请示了。荣郡风物志。你一个乔家的女子，
尽盯着我们魏国钻磨啊。我虽是乔家人，但是查阅书籍的权利还是有的。你敢说，你嫁与钟林，没有暗藏私心，利用钟林吗？这是我和南君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表兄费心了。而且，你别忘了，魏家与乔家是世仇，魏家不会把你当自家人的。先告退了。荣俊旱情严重，你赶紧将这封信送给大伯。是。此话当真？我在魏游历时认识的此人，他家素有囤粮，答应将粮食以市场2倍的价格卖与我们。这些粮食虽解不了荣俊饥荒，但至少可以稍加缓解。多谢表兄，我待会儿呢就让魏良他们安排下去。钟莲，有件事我不知当不当讲。表兄请说。昨日我来书房寻你，见弟妹出入书房自由，还拿了简牍。我知你2人琴瑟和鸣是好事，但他毕竟是乔家人。书房如此重地，你不设防？我都答应他可以随意出入了，哪有收回的道理？而且这屋子里也没什么重要信息的简牍，无妨。我问过小谭，他说弟妹拿的是荣俊封屋志。你可知他今早向扬州送去一封奇信？表兄放心，女君心地纯善。我看是你心地纯善吧？此事那么可疑，你查都不查？你真的可以放心，因为那封信我已经逐字看过了，里面的内容就是记录了一些荣郡当地的风土雨水，包括百姓喜爱种植的作物。目的呢，也并非为了泄密，目的是向燕州求麦种。求麦种？这李军还是心系百姓的，他也期望有一天修通水渠之后，当地可以种植燕州粟麦。此麦种如果水土适宜的话，产量要比荣郡的春麦高出许多，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荣郡的旱情。我还当你全人信任弟妹，未曾想也监看着弟妹的信件。我身为魏国家主，哪来的全人信任呢？自然会有所防备的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辎重车辆一共要行进14里，总共需要运送500担粮食、700担黑豆。那每一个辎重车呢，需要运送12担粮食和18担黑豆。那需要10个人7匹马，那我需要3。谁在那笑我了？哎，小桃，盾哥。掰着手指头算什么呢？手指头够用吗？哎呀，小桃，可算碰见你了。你会数数，你帮我算一算呗。你说说呗。我现在需要10个人7匹马。10个人7匹马咋了？主公之前说过要小心乔家人，运送粮草有算是军事机密，我还是不能直接告诉小桃。
说错了，是10只猴、7只猪驱赶1辆车，那每辆车上需要运送12担土和18担木头，总共需要运送500担土和700担木头。那我总共需要多少个猴、多少只猪和多少辆车了？哦对，还有，就是路程需要14天，单日来算的话，猴需要2升，猪需要3升。猴吃什么？猪吃什么？猴吃土，猪吃木头。你扶我一下。你总共需要运500担土、700担木，那就是400人、300马、40辆自重车。400人，300。按你们微国的单日军需标准来看，单人每日主食2升，马匹豆料3升，运输14天就需要112担米、126担豆。辎重营士兵本就自带3日口粮，最终运输到目的地的话，还剩412担米、574担豆料。这些粮食够1万人马吃3日左右。不过荣郡人口不足1万，如果熬成粥不湿的话，还能多撑些10日，足够南军想别的办法支援了。哎，啥的荣郡？我啥时候说过荣郡？是猴、猪，你咋知道？据我所知啊，辎重兵每日行进30里，加上负重损耗，14天，也就是行进390里到400里。离余郡如此距离的，就只有正在闹饥荒的荣郡啦。好好办差，欠我一个人情啊！主公准备这些东西是为了支援荣郡啊？这贴仔细些啊！哎，是。女君，请用茶。阿香，哎，把那个花弄得好一点啊。好。小枣，你再去拿些墨条来吧，要不这个字的颜色深浅不一啊。使君。表兄，弟妹的笔墨高致典雅，真实自如其人，更有着墨香馥郁，与弟妹可谓浑然天成。表兄谬赞了，只是祖母寿宴将至，且在这里做一些装点筹备之事，没想到在表兄面前献丑了。墨条没有了，我去取些来。弟妹莫慌，我今日来，是向弟妹道谢的。妾不曾为表兄做过半点事，何谈道谢？荣郡之事，过去我对弟妹有些误会，不曾想弟妹为荣郡百姓做了许多。为解荣郡饥荒，弟妹竟写信向娘家求麦种。我还知道弟妹熟读荣郡风物志，将荣郡的风土、雨水、百姓喜好一一写入信中，为求得适宜的麦种。唉，怪我狭隘，我还以为弟妹向燕州写信是求外敌呢。若不是仲林亲口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，我岂知弟妹是如此深明大义之人。替荣郡的百姓谢过弟妹。南军也太过分了吧！魏良那厮肯定早就知道，亏我还帮他算账，怎么运粮食去荣郡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你还不嫌添乱？那我不忍心看女军这么受气嘛。咱们女军本来就是远嫁，好不容易在信里跟家人说点体己话，南军连这个都要监看。看信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念给使君听。就是。严墨，我要再给燕州去封信。还去啊？
主公，女军又有信寄往燕州。念。我儿上前。念呀！女军的信，给你个机会。你直接念不就完了吗？其实啊，你们不用念，我也能猜到大概写了些什么。无非就是谈谈荣军的饥荒，再多求些麦种，诸如此类的。这女军还是心怀魏国的。我嗓子不舒服，你念了，来，给。我书读的少，这几字不认识，我回去研究研究。平日就叫你多读些书，就是不听。如今如此简单。主公英明，此信不用念了。也好，我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我大概能猜到写些什么，最多再加上一条歌功颂德之词，就类似“南君心怀天下，危国有此君主，乃百姓之幸也”，就这些呗。不念不念吧，小谭，继续燕州吧。这信不可寄往燕州。这上面有主公的名讳。不可。那给我看看。给我呀。军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主公息怒，定是女君知道了主公监看信件一事。此事确实是是我们的不对。对，切勿鲁莽行事。对呀，主公，大不了在书房上再躲一晚上，避免一场腥风血雨嘛。躲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定是要找他理论一番的。这悍妇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今日公务繁忙，有些累了，我就先歇息了。南君事事都要亲自过目，很难不累啊。是，你这几日操办祖母的寿宴也辛苦了，早点歇歇。这是祖母寿宴的菜单，请南君过目。你自己决定就好了，这种小事。妾刚刚入府不久，对大家的喜好还有忌口还不了解。若是备了什么菜引得谁不高兴了，犯了谁的忌讳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是请南君亲自过目吧。好啊。色香味俱全，毫无挑剔。早点歇息。这是筹备祖母寿宴采买的账目，请南君过目。若是到时候多了一处少了一处，账目对不上，那可就不妥了。
事无巨细，没问题。在准备祖母寿宴请柬的时候，妾对“寿”这个字举棋不定。这一卷上有8种寿的写法，请南君过目，替我决定。魏少，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你叫我什么？你管我叫你什么？你为什么偷看我的信？不是你敢直呼我名讳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前凶悍也就罢了，如今这样一条不识礼数，我跟你这种悍妇无话可说。你这种女人，也就我肯娶你吧。你自己偷着乐。你给我回来！你今天没好到哪儿去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你骗不过就只知道逃。我有的是人要我，眼睛小，心眼更小，成了哥哥没有一点好处。你敢扔我？我不跟你计较。有什么不敢忍你？隔岸观火，有什么新战况，随时来报。是，少主。这小女子竟敢对仲林直呼其名，有点意思。女君，要不要你先用一些？做错事了，不就拉下脸来道个歉吗？南君这算怎么回事？就是，南君昨天晚上睡在书房也就罢了，今天连饭都不回来吃了，小心呀！小桃、小枣，不许如此议论南君。一会儿南君回来，也不许给南君脸色看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不敢。女君，一会儿南君回来，跟南君好好谈谈，这没有什么话是说不开的。咱们寄人篱下，得过且过吧。我自有分寸。是。女君，小谭来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女君，南君传话说不回来用膳了。你看吧，这南君就是故意躲着女君的。我们女君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像受多大委屈似的。闭嘴！去把笔墨拿来，我要赶紧把此事告诉张姐，以免她在信里说什么要紧的事。是。张姐。见字如面。自姐夫占下伯牙后，于郡事务繁杂，故一直未与长姐有书信。但微侯与蛮蛮
都甚为挂念。韦院长姐和姐夫在伯牙万事顺遂，如有难处可随时来信。魏侯与蛮蛮看到信后，自会派人去伯牙。将军，阿范，夫君今日辛苦了，公事可还顺利？一切都好，阿范放心吧。这可是女君来信，女君定是又说让我们在伯牙好好过日子吧？蛮蛮说，燕州占了伯牙，引得魏侯提防，提醒我日后与他小心同行。南君，这是女君方才交给奴的，说是为太夫人抄的佛经，请南君逐字过目。这佛经也要我过目？女君说，佛经更需要南君过目。若是抄错了，一是对佛祖不敬，二是会惹太夫人不高兴。这悍妇，这是得理不饶人了，这是。女君还问南君今日几时回去？回去告诉他，今夜我还在书房睡。书房窗户漏风，左右就冻得南君夜不能寐。你再住一晚，怕是要染风寒的。你魏妥，拜见主公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进城，水都顾不上喝，就来向主公报告喜讯了。有何喜讯啊？主公，有您许以正式通衢，我可一点没偷懒啊。这是盘邑县令杨凤亲自誊写的各项细则，特意嘱咐我拿回来给主公过目。这杨凤，这是在邀功啊！此番我去盘邑才算明白水源充沛的好处。燕州富饶，全因归功于水。盘邑所产小麦产量大，分蘖多，麦粒颗颗饱满，口感极佳。这是盘邑所产小麦，这是新都所产小麦。县令说了，有您渠通衢之后，今后新都所产小麦与盘邑无异。要是修渠有如此好处的话，哎，那主公为啥不把永宁渠直接修到荣郡了，可解远虑嘛？如果继续兴修水利，便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，进而会牵扯到魏国的兵力。如果此时燕州来犯，魏国必难自保。主公，你是在担心乔家从中获利吧？依我看，主公不必如此忌惮乔家。修渠虽然可以延燕州数岁之命，但是惠及荣郡的百姓，可为魏国建万世之功啊！此事容我再想想吧。主公，我们几个今晚在城外当差，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恐怕会耽误正事儿。主公这边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们几个先告退了。那走吧。哎。
公深夜还不回家，是否因为看信的事还在跟女君闹别扭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的事儿。没有就好。那女君应该在等着主公归家呢。啊，应该等着呢。那好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很长时间没去军师家看望师母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哎，不，择日不如撞日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你府上小坐一会儿啊，探望一下师母。走啊，军师。甚好，如此甚好。哎呀，谁成想主公把咱们留到这么晚了呀？现在开的也只有94好，维多也大了，带他见识见识。就是。去哪儿啊？主公，不是说当值吗？啊，主公，属下错了。主公，他们好意为我接风，要罚就罚我吧。主公，别罚我，罚我！当大哥的不对，不应该带着咱们几个人出来。我这主意出了问题，就罚我。行了，到我的。谢主公，谢主公，谢主公。南君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都晃了这么久了。去祖母那儿。太夫人应当2个时辰前就睡下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恐怕只有罗中坊那种地方才会歌舞升平呢。表兄成年之后，何时受过此等委屈？往常身边都是美娇娘，没曾想，有天身边有位美爱男儿。我是好心好意过来看望你，这不太晚了，不方便回去了吗？所以借宿一晚罢了。只此一晚啊。小气。师兄啊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为何把我偷看乔氏信件的事告诉他？虽然我知道，你一直拿他当乔家人，不肯信任他。我觉得乔家和魏国还达不到真的彼此信任。我想知道，他们对修渠的事儿是否是真的心无旁骛？修渠的事儿，我已经拿定主意了。我相信你，心中早已定数。钟离，你现在睡觉还踹被子吗？睡吧。
为边州铲除祸患。不可，我已发现了仲林与乔氏有嫌隙，只要耐心的再等一段时间，一定能够一举击溃乔魏联盟。魏后一旦决定在荣郡通取，魏国将对边州成包抄之势，而魏后一死，边州再无后顾之忧，此乃长远之计。魏后今日就诉于府上，在下已在他的茶水中下了蒙汗药，还请少主莫要因为心慈手软，错失了时地良机呀。要我破坏乔魏联盟，我绝无二言。即便你们要毒杀乔氏，我也绝对不会横加阻拦。但我和他说过了，我要想伤我兄弟性命，绝无可能。少主当自己是魏家人，可是魏家人并不这么觉得。少主文韬武略，可在魏家被折辱多年，他们在对外散播谣言，说少主是家奴私生，令少主不得重用，何其委屈！若不是1年前在边州游历，与将军父子相认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楚。外祖母待我是极好的。是。少主自幼在徐氏膝下长大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他放任您不管，连责备都没有过一句，倒是处处严苛威吼。他这么做，难道您看不出来吗？他为的就是处处防着您，不让你拿到兵权。不许你妄议我外祖母。我日后再敢提起此事，我让你没办法活着回到边州。少主，滚！女君这封信怎么还是在向周穆求卖种啊？伯父这个人一向算计，遇到需要他解囊相助的事，他多是推辞，生怕吃了亏。我得给他再去封信，告诉他此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糊涂。我不明白了，南君如此不信任女君，女君为何还要帮荣郡求卖种啊？反正南君是不会记得女君的好的。你觉得南君待我如何？时好时坏的。南君在使君和朱夫人面前是袒护女君的，可以说对女君是极好的。可是，在看信这件事上，手段又极其卑劣，可以说对待女君是极差的。这只能说明南君公私分明，婆母表兄的刁难终归是家事，他可以维护妻子全然信任。可我向燕州去信之举，有关魏国安危是公事，他身为魏国主公，身负百姓之托，当然不会对燕州侨族完全信任。女君对南君虽然有怒，却也公私分明。只是这粟麦收成虽好，用水量却极大，不知道南君会不会在荣郡通取。好吧，传我的令下去，荣郡通取一事提上日程。是。众位将军请留步。
尚有一事，还需主公定夺。军师请讲。魏铎将军，给我们讲一讲杨凤是怎样一个人吧。此人最善审钱。此话何意啊？他与甄直，一个在新都修渠，一个在盘邑修渠，盘邑的工期就比新都快了不少。工期缩短了，那肯定省钱啊。他能根据地形、地质、天气及时调整工事计划。他能号令百姓将河道淤泥挖去肥田，变废为宝。主公，荣郡通衢，事关数十万百姓，众位将军善带兵却不善治水，督工一职尚无合适人选军师是想跟我举荐杨凤？杨凤不但能省钱，还是女君的心腹。如果主公能够重用杨凤，还可表达对女君、对燕州的信任。此事跟他有何关系啊？是，主公以大局为重啊。伯父，阿姐不过要先卖种做寿礼，伯父为何推三阻四啊？你懂什么？说的好听点叫寿礼，说的难听点，这叫挖我们燕州的立国之本。一旦魏国大肆推广粟卖，几年内必会富足起来。届时谁能保证他不会攻打我们燕州？兄长言重了。如今乔魏两家既是盟友，又是亲家，必不会发生此事。有阿姐在，定不会让魏侯出兵的。蛮蛮向来聪慧，麦种对我们燕州何等重要，若不是急需，或是有利可图，他也不会特意写信来要。兄长就给了吧，以免蛮蛮处境艰难。父亲和我都在康郡，阿姐肯定会为燕州做打算的。罢了，父亲在世时也曾多次给魏国帮衬。既然蛮蛮执意要卖种，给他便是。主公有乔公的遗风啊！南君回来啦。啊。啊，看你看这个舆图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有个消息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决定从新都往荣郡修渠了。南君英明。这事儿呢，我也是思量了很久，但最终决定还是照你的意思做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那军师的意思呢？军师我自然也是劝了他很久，他也没什么别的意见。原来是军师的意思啊，那妾要谢谢军师啊。哦。还有啊，我还决定用杨凤作为修渠的督工。虽然我知道杨凤是你们家，那更要谢谢军师了。此次修渠一事，事关燕州、魏国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跟我说。南君如此英明，自己做决定就好。
报，主公，陈方将军求见。每年今日去义山祈福是祖上立下的规矩，侄儿怎可因一妇人，便擅自更改行程？该如何向众宗亲及将士交代？叔父莫急，今日夫人她身子不适，我理应陪伴。祈福之事，改日再去便是。心诚则灵嘛。报，主公，义山的长生殿忽然坍塌，前去祈福的香客尽数被压在废墟之下，无一人生还。你这花钿倒也祥瑞，有趋利避害之效啊。这一无地动，二无暴雨，长生殿怎会忽然坍塌呢？兴许是有心之人安排，别有用心吧。叔父，今日我累了，就不留你再续了。哼！夫君，可要叫侍医前来。无妨。夫君放心，我虽不知这花钿能否助人夺取天下，但我更希望这花钿能带来福气，能让我的夫君平安康健。夫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此生我能有夫人陪伴在侧，实在是我丞相之幸。夫君有何忧愁，尽可向前说来。前2日探子来报，说魏国欲将永宁渠通往荣郡。哎呀，水渠嘛，运输养粮均是1日千里，他们说来便来，我边州便真的有大难了。妾愿替夫君走一趟虞郡，解决此事。夫君可知，魏家的徐太夫人是我的外姑祖母，我幼时便在魏家长大，与魏侯共同经历魏家3代人的丧命之痛。眼下，只需稍作挑拨，便可唤醒仇恨，瓦解乔魏联盟。仲林，哎，你知道这片地上种的是什么吗？是蜀。世元，你认识吗？我只知道高粱酿酒醇厚，粟米酿酒甜香，但是这个酿出什么滋味的酒我不知道。你四处游荡，不认识五谷？白祖母，您要是问我各地盛产什么样的美人儿，我倒是能够答得上来。你又胡说八道。乔氏，你知道吗？世纪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谷子啊。论教子，我不如你的祖父乔公。啊，最近筹备寿宴，有什么棘手的事情吗？已经在安排宴席宾客的座次了。各州郡的名单也发下去了。祖母你放心，不懂的事情我已经问婆母了。这安排座次嘛，看则简单，其实啊很有门道。这表面上说亲疏远近、官阶高低，这私底下谁跟谁关系好，想坐在一桌，谁跟谁不对付，就得离得远远的。这不能有一点差错，不然就会被人埋怨。我有一位边州宾客不在名单上。是我亲近的后辈。边州，难道是玉楼夫人？是的，安排座位的时候就安排的离我近一点吧。是，孙媳一定会悉心照料。
有你，我自然放心。哎呦，婆母，这么说娥皇要来了。要说呀，好些年我也没见着她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。哎呀，当年这个丫头啊，我真是喜欢。啊。女君，女君，打听着了，真让女君猜着了。那个朱夫人这么夸赞玉楼夫人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那玉楼夫人幼时跟魏家议过亲。这南君看起来一本正经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些旧情瞒着女君啊！哎呀，人不可貌相。你就不要生气啊。我没生气，我只是在想。这边州主陈翔，身子一向弱得很，前阵子差点不行了，找了许多名医才救回来。这玉楼夫人现在来与君驻守，总感觉这里边有蹊跷。嗨，什么救回来呀？这就是回光返照，这老一辈都知道这个理。那这么说，玉楼夫人要守寡了？真是红颜薄命，她命还薄，她最有名的，就是命好。我听闻边州许多政事，陈翔还要请教他。那可不嘛。哎呀，毕竟人家额头上顶着一朵牡丹花呢，哎，说是谁娶了她，谁就能当中原之主。哟，那要这么说，咱们南君没娶她，就不能逐鹿中原了？不知道南君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怎么想的现在没有那么重要，主要是要知道这回玉楼夫人来到底是要干什么。可真是玉楼夫人啊，贵气。玉楼夫人，久等了。家弟苏信，字子信，魏良、魏渠将军，向二位将军问好。见过二位将军。我怕赶不上外姑祖母的60大寿，来得匆忙，唯恐给你们添乱。没想到魏侯还让二位将军出城来迎接我，真是折煞我了。玉楼夫人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带夫人进城。这香车怪好看的，马车里的是谁啊？这是玉楼夫人的香车啊。是那个传说中的玉楼夫人吗？啊，额头上有牡丹花钿的那个。武山国苏氏，命格极好，天生的尊贵人。哎呀，难怪2位将军亲自出城迎接呢。果真是个美人啊，真漂亮。世人模仿阿姐，却不及阿姐的1/1000。太多人相信命运，可有几人明白，这世上从无唾手可得之事。就算上天赠予，也需自己努力。我今日之所得，并非轻易而来。世人愚昧，妄图添个花钿，便得到阿姐的牡丹气运，却不知天命难改。阿姐自幼背负武山国苏氏命脉，又得名师大儒的指点，眼界非凡，岂是其他俗女子可比的？也不能这么讲。此行若是拆不散乔薇联盟，那在你姐夫眼里，我与这些俗女也无异。这便是威侯为我们安排的住处。对，
这是我们于郡当地最好的医馆。玉楼夫人不满意？怎么会呢？此处是闹中取静，正合我意，为侯有心了。太夫人说你一路舟车劳顿，可以先行在医馆休息，不必急于去府中。阿姐不是说威侯会安排我们住在府上吗？为何是驿馆呢？想必是巧女的主意吧。绝美花店保证贴上1日桃花开，3日姻缘到，10日免得痴心汉。哎，两位大爷，来2贴送给家里夫人，这可是于郡眼下最时兴的装扮了。小爷讨姑娘欢心，用不着这个。走了。眼下最时兴的，给我来1张。好嘞。多少钱？3文钱。店家忽悠人的话你也真相信？小桃要的肯定不是这个呀，他不能喜欢。别瞎说啊，不是给小桃的，我自己贴不行。怎么了，东哥？哎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这个，你怎么也有呢？现在于郡的姑娘就喜欢这些花店装饰。哎呀，我送玉楼夫人回来的时候顺道给你买的。嘿，现在女孩子咋都喜欢这东西了？谁喜欢了？这种狐妹子的东西，谁爱要谁要。好。哎，顾玉姐，哦，不讲，不要就不要嘛，你生啥的气了吗？你知道啥呀你？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如实跟我说啊。听说玉楼夫人以前跟魏家议过亲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到底是喜欢了还是不喜欢了？太夫人，玉楼夫人前来拜见，请她进来。是。也请朱氏过来见客。是。祖母有客，那孙媳就先退下了。你留下吧，没关系的。按照辈分呢，她应该叫我外姑祖母，在她幼时曾经和我非常亲近。好。侄孙女娥皇拜见外姑祖母。快起来吧，看座。谢外姑祖母。听说你夫君病重，我只不过是过寿而已，这么千里迢迢的你还过来？外姑祖母，娥皇虽在边州身为女君之位，却也是处处受制于人，如履薄冰的。每每思及幼时，外姑祖母对娥皇很是疼爱，今年更是思慕心切，这才贸然前来，唯祈未扰外姑祖母清静。如果想散散心，那就安心住下。多谢外姑祖母。啊，
这位便是仲林夫人乔氏，照料内外非常周到。早就听闻威侯夫人有玉日之华之貌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令人倾心。方才光顾着同外姑祖母叙话了，是我的不是。在此，向妹妹赔不是了。往后若有机会，还盼与妹妹多些往来，才不负我今日之一见倾心。玉楼夫人谬赞，我心一痛。妹妹不必见外，我幼时便与威侯一同长大，你可唤我阿姐便是了。玉楼夫人如今远嫁边州，贵为边州女君，妾年纪小，不敢坏了规矩，还是唤您一声玉楼夫人吧。不敌妹妹燕州乔氏身份尊贵，乔公人质之名更是盛满天下呢。是娥皇失言了，外姑祖母莫怪。太夫人，夫人来了。儿媳拜见婆母。哎呀，娥皇，好久不见，你已经越来越有福相了，这才是一方女君该有的样子啊！夫人谬赞了，当年与君一别，没成想竟是这么久不能再见了。夫人待我一向是亲如女儿的，娥皇在边州每每思及过往，都会忍不住垂泪。当年确实是娥皇迫不得已了。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叙旧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外姑祖母，我听闻荣郡正在闹饥荒，来时便备了一些粮食，随我一同带过来了，就全当是外姑祖母的寿礼了，还望外姑祖母不要嫌弃。粮食并非寻常之物，这件事情必须得仲林做主。仲林肯定会收的，毕竟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嘛。哎呀，娥皇啊，你看你处处想着仲林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才是一家人嘛。这些闲话就不要说了。祖母想必也乏了，那孙媳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侍奉。你有心了。大家也都歇息去吧。啊，是。太夫人，这个玉楼夫人看起来比之前仿佛圆润了不少。就这，她还说她在边州受制于人，过得不好。哎，之前呀，她对咱们南军照料的无微不至，还以为她有心跟南军，没想到啊，她在新都一事之后没2年就嫁去丹郡了。她也是为自己的前程打算，无可厚非。我跟她算是没有缘分吧。我瞧着，威侯那位心腹很是伶俐能干，夫人操劳了这么久，也终于能享享清福了。享福？我是没有这个福分了，只求这乔女能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就够喽。夫人何出此言呢？方才我看外姑祖母对她很是偏爱，我还以为……你刚来1天就看出来了，可想而知，我这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这婆母一贯强势，那乔女呢又会装柔弱，硬是哄着仲林，把我的楚玉给赶出家门了。哎呀，现如今他们祖孙2人一心，整个家里只有我一个外人了。那仲林为何不帮夫人出头啊？啊，仲林他忙，先是忙着修永宁渠，后来又是忙着给荣郡通渠，这些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啊。还是做母亲的最为儿子考虑，旁人谁都不行。哎呀，
呦，那是自然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哎呀，这回要是能在府上多留些日子，陪我好好聊聊，该多好啊！夫人方才说，威侯忙着给荣俊通娶，可我想着新都和盘邑不才刚刚竣工，为何要着急向荣俊通娶呢？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，或许我能帮上忙呢。我听说是荣俊遭了旱灾，燕州呢要运一批麦种过去，所以要通娶。哎呀，这些事我们女人又帮得上什么忙呢？奴曾和夫人提议，可以主公在衙署相见，可玉楼夫人坚持来此处。无妨。玉楼夫人，一别多年，你是微好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与你还有伯公，我们常在这庭院中玩耍，无忧无虑。如今一别多年，这庭院也破败不堪，但置身其中，一切都好似昨日。是啊，的确恍如昨日。我虽然出身武山国，但幼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同你们一块度过的。如今重回魏国，倒像是回到家乡般亲切。这魏国的确算得上是玉楼夫人的第二故乡。那日我入府，得知外姑祖母身体康健，家中一应事务条理分明，皆是微侯夫人的功劳。乔氏温顺体贴，蕙质兰心，可谓付出良多。是啊，她的确辛苦。何止是辛苦，而我更是心疼。我听闻妹妹很受家中疼爱，一应事务从不操心。如今来了魏家，却要如此操劳。仲林，我有心相劝。妹妹料理魏家事务已属不易，而乔家与魏家恩怨纠葛，政事纷杂，就不必让她操心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我知荣郡旱灾，燕州欲送麦种来援，应是妹妹欲缓和两家关系，但难保乔家人会心存歹念。我此番来，不仅是为帮外姑祖母过寿，亦是为帮危国分忧。我特意带了粮食前来，可帮荣郡赈济旱灾。这批粮食既非武山国所有，也非出自边州，只是我个人的心意，微侯莫有压力。一旦燕州和魏国联手在荣郡通取，那必然会对边州形成包围之势。他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坐着不管？所以这个陈翔才让玉楼夫人前来当说客，为的就是不让魏国在荣郡通取。兴许乃魏国正室，如今玉楼夫人是为边州的女婿，你我二人之间不方便谈议政事。这粮食我不能收，荣郡旱灾，各界已经出手相助，更何况乔魏既然联盟，我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仲林，那个魏良，哎，就拿着这个狐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，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。那可是义故亲的，那又怎么了？还那又怎么了？
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郑叔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要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。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我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啊，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威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边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威侯记得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威侯念旧，也记仇。当年我与魏家一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伯公他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威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衢是为了麦种，威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那就有劳魏使君啊，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。
使君，脉中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不愧是威侯府中走出来的人，若是换一些好衣物，这身段面貌也如贵女无二了呀。可惜了。事急从权，无意冒犯娘子。小生初来于郡，有些路不认得，想问娘子寻个方便。郎君请讲。娘子可知去威侯府的路如何走？威侯府？你要去寻威侯？是。你是何人？回娘子的话，这位郎君是武山国苏氏的少主，听闻威侯府中太夫人过寿，特来祝贺。原来是贵客来访。在下苏信，字子信。我见娘子姿容绮丽，不知是哪位狠心的夫家，竟让娘子孤身在外做活呢？去侯府的路不远，只是要费些周折。若郎君不弃，带我回家换身衣物，再为郎君亲自带路。小生求之不得。这把伞你且先带回去。多谢公子。阿姐，得手了。楚玉被婆家给打了。哎呦，你快把他接到院里来，我好好问问他啊！可是太夫人曾言，不许楚玉登门啊！哎呀，你把他接到外院来啊，别让老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这就去。哎。这一大早，伯母要去哪儿啊？女君，女君，宾客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不用去过问夫人了。女君，这里有于郡的寿宴礼法记录、族谱、历年的宾客名单，还有一些家族集会的记录，都供女君参考。你有心了，这些东西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当然，不过女君不用费力搬回去。南君说了，书房留给您用，缺什么书卷记载，找奴要就好。这是南君准备的。是。这南君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是怕我搞砸寿宴，给他丢人吧。但南君会不会是真的为了女君着想啊？楚玉，哎呀，快让姨母看看。姨母，哎，你快救救楚玉啊！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起，快起！哎呀，他家攀我和外男不清不楚，实则是那赌徒花光我的嫁妆，想讹我再向姨母要些钱财。姨母，这太夫人问我说得清，可是把我害惨了。其实姨母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要不是乔女阻拦，姨母早就顺心如意。看来，要办成此事，还需要乔女露出马脚，姨母才有说话的余地。有我的好婆母给她撑腰，我能如何？这办法，倒也是有，就看姨母的意愿了。拜见使君。今日仓库有无异常情况？一切如常，请使君放心。
阿姐，成了。这么大的寿诞，必得热闹些才行。我听闻玉楼夫人善音律，今日是否有幸一饱耳福啊？微后听过，你可以问他。石原，玉楼夫人尊贵，已经不是你儿时的关系了，怎么可以随意调笑呢？啊，世元只是想借玉楼夫人的歌声，为外祖母献艺。那你自己准备如何向我献艺呢？不如世元兄舞剑，娥皇可为你伴唱，如何？太好了！若史君上了战场，定是一员猛将啊！真是声如天籁呀！多谢外姑祖母。外祖母，仙儿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婆母今天真是高兴，世元献艺，巧女又送了您心仪的礼物。我听说燕州还送了份厚礼啊。祖母先前已经看过了，燕州送来了粟麦的种子。啊？只是种子吗？粟麦是燕州富庶的根本，能以此物相赠，这份诚意，就是今天送我的最大寿礼。只不过是粟麦，这么稀奇吗？往日也不见得你对这些感兴趣。哎，仲林，你这是？哦，我如厕是吧？啊，去吧去吧，这孩子。婆母其实儿媳并无他意，只是有些好奇罢了。不如大家都在，让巧女把这粟麦拿出来，让大家都长长见识，是吧？啊！拿出来看看，我们也长长见识啊！祖母、婆母，这是燕州送来的麦种，还请您二位检阅。其实这粟麦就是一种改良后的麦种，秋分的时候种下，1年5月即可得到收成，以解1年夏秋青黄不接之需。只是这粟麦一直是燕州独有，燕州产粮卖粮，但从来不会送种。此次借祖母寿宴，分享麦种，燕州愿与危国休戚与共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莫非是发霉了？是啊，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，我今天倒是想问问你，你们乔家安的什么心？14年前，在战场上临阵毁约，这害得我们魏家还不够惨吗？你竟然拿这些烂种子过来以次充好，拿走！伯母，此次送来的麦种，都是儿媳亲自检验过的，每一颗都是精心挑选的麦种，而且此次事关两家结盟，
又涉及民生大计，乔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。而且依儿媳看，这麦种颗颗饱满，没有坏掉。这种子虽然不是烂的，但是它浮起来了。呸！居然是熟的！熟的！这种子就是熟的！真的熟的？这熟的种子如何播种呢？容我看看。这种子生熟难辨，就要让百姓辛辛苦苦播种下去，它麦种就不发芽。百姓肯定以为伺候庄稼不够尽心，由此错过了播种季节。这粮荒倒比今年更加严重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各位，这多大的仇恨呢？啊！安的什么心呢？这种不出粮食啊，其心可诛。我看这燕州到我们魏国，祸害百姓来了。今天定要给我们个说法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麦种可是国之根本。给我们个说法。都说燕州的麦种好，万一以次充好，岂不苦了种田的百姓吗？这麦种蒸熟再晒干，若不仔细分辨，确实不知生熟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看，有浮起来的。你看，就是熟的吧？没错，都是熟的。这种子都是熟的，这不可能啊！义军，小人不知啊。祖母，各位叔伯，我伯父虽然糊涂，但姿势体大，他绝对不敢贸然拿魏国百姓的性命开玩笑，此事绝对有误会。误会？啊？还好没有战事，如果有战事呢，粮草先行。到那时候百姓吃什么？士兵吃什么？啊！乔族心思何其狠毒！说呀，连年粮荒，再有征战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去求救南军。魏家二郎，南军也未必会救我们。如此祸害我魏国百姓，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！你要给我们个说法！要给个说法！与君来到魏国，处处谨慎，和我一样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名女子啊，一名闺阁女子，对于前庭政事能有什么关联？我看啊，是乔越自作主张。祖母，此事兴许是有人在其中构陷，还请祖母明察。还查什么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想狡辩？这未必是燕州送来的种子。这明明就是燕州送过来的，还想狡辩？就是你们燕州使者呈上来的，还能有错？如此蒸熟的种子来骗老百姓，是何居心？祖母寿宴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闭嘴！侄儿，都熟的。此事我已知晓。那既然知道了，就把女军发落吧。这祖母寿宴，木偶戏没看上，倒看上了一桩悬案。我看，这是有人存心要我们魏家丢脸。有何悬案？这明明就是乔女早有二心，想借坏种，让我们魏国遍地饿殍，不顾百姓死活，蠢蠢的恶毒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。如果你跟我说，这乔女要毒死我全家，我都信。但我绝不相信，她会坑害百姓。起来。祖母，先前在新都，乔女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助我重得民心。新都百姓心甘情愿主动服徭役。之后在排役，她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与我一起击退梁牙敌军。之后，
又以燕州乔家的身份，说服当地的能人异士助我修渠。这永宁渠14年后重新运转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你们在场这些人，不能喝着杯中的酒水，却不记得他人的好啊！如果他想坑害百姓，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要不帮我修渠就行了。所以此事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跨越山河，只为能够读懂你。洁白的羽翼飘落在手心。这麦种进于郡之前，定是称过重的。晒干的麦种要比生的麦种轻一些，所以是否被调包过，一称便知。来人，来，称重。这女君与男君夫妻一心，自然是不会被刺的。这麦种若不是入库前出的问题，那便是入库后出的问题了。这粮库，不知是由谁负责呢？难道对南君别有一心的，是另有其人？哦，照玉楼夫人所说，这事儿不是乔你干的，就是魏延干的。嘿嘿，热闹。主公，还成吗？智儿，此事儿既不是乔你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都是亲兄弟，不可徇私包庇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张夫人，张夫人晕倒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晕倒了。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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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。陈十一，这里的人都不许走。是。祖母，祖母。祖母，您的身体当真没事儿？世元呢？我已将他和乔氏分别看管了起来。啊，祖母，你为何怀疑此事是表兄所为？钟离，我不敢读。我明白，祖母心疼外孙，但我也心疼表兄。就算此事是表兄所为，我也定能护他周全。您放心。有件事，我须得告诉你了。你可知道我们是如何与边州结怨的吗？我的女儿，你姑姑青云，外界传说是她和家奴生下了世元，其实不然，她是为边州陈滂所害。陈滂？对，你姑姑青云刚刚及笄，就被边州陈滂掳走。3年后，你祖父夺回了她，可是她已经怀上了世元。您是说，表兄是陈滂之子？对，青云生下世元后，郁郁而终。陈滂因为一己之欲，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报仇。可是世元毕竟是青云的骨血，我思考再三，决定对外谎称他父亲入赘后死了，所以我把他养大。那表兄可知道此事？我一直刻意隐瞒，可是这次世元回来，跟从前不一样了。
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世元负责掌管仓库，倘若在众家将面前果真查到了世元头上，那可是死罪呀！即便他做错了事，也不能丢了性命。众令，此事务必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哪，快！你们都不出声音了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抓到谁的话，就要陪我共度良宵。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今日抓到的是你，但是我不会浪费时间与你共度良宵的。这祖母为了你都晕倒了，你也不知道派人去看望一下，问候一声。祖母身体怎么样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她就是做样子，你不要诓我。那你应该知道祖母的良苦用心。可你呢，不想着自证清白，还和九娘在这厮混。良苦用心，祖母不肯查验脉种，是怀疑我吧？你呢？派重兵把守，也是怀疑我吧？我要是真的想要看守你，怎会允许你在这儿找九娘寻欢作乐？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全你。保全我？哦，连你也相信是我做的？你们宁可相信那乔家人，也不肯相信我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到底怎么惹仲林不快了？你是否有去意？想回汴州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你果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我拿你当亲兄弟。亲兄弟又如何？我是陈滂之子，汴州血脉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表兄。你不担心我图你家主之威吗？去吧，脉种之事就是我做的，你们也不会信任我，以后也会对我有所提防。这都是你的无端猜测。那乔家女呢？你为何要监管着她的书信？阿姐，此事虽为精巧，可若是微侯严查下去，必定会引火烧身的。这个计策本就称不上严丝合缝，但我赌的是微侯对家人的情分。阿姐的意思是，难不成微侯会为了仇家之女而严查自家兄弟？微侯这人啊，虽然冷漠，却对家人是极好。若再查下去，会害了自家兄弟。
那他便不会这么做。这南军派士兵日夜值守，不许让我们离开寝屋半步。女军分明就是冤枉的，眼下却无计可施。这按照魏国律法，我们是要被处死的。娘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了。不是不吉利呀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倒是不打紧儿。可你们还都如花似玉呢。娘，如果你跟我说这乔你要毒死我全家，我不信，但我绝不相信他会坑害百姓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不是女军送给太夫人的镯子吗？不是我送给太夫人那个，但是样式一样。这盒子为什么这么眼熟啊？你不必为镯子的事儿忧心了。主要找到了。那失而复得，确实更好。原来是一样的，那就算咱们的镯子没找回来，女军也不用害怕。那个镯子是我和南军对祖母的心意，但这个镯子是南军对我的心意。小塔，研墨。哎。帮我把这封家书记住吧。这麦种仪式可以是正事，也可以是家事，但奈何魏典等人借机挑唆。主公，查是不查？您是否有了决断？不查，女军直接定罪。查的话，那万一跟师兄有关系，还能杀自己家的亲兄弟了啊！南军，这是女军寄往燕州的家书，请南军查阅。这都什么时候还寄家书？扣下。是。来，拿来我看看。我知南军为难，无论作何抉择，切皆不怪南军。南军，那此信还要不要寄往燕州？不必了，这信中都是些胡言乱语、不知所云的话。是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们不必跟着我。主公吩咐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，确实有人去过粮库，并且没有记录在册。好，此事定要彻查。是。为何又被退回来了？难道现在寄信都寄不出去了吗？待明日回家再说。别慌，南军自有安排。6弹2弹。
今日称重，24担麦种，重量总计21担。入库前24担，重量不一致。看来真不是乔家干的，这不就说明麦种是在豫剧被动了手脚？如此，此事应该为使君负责呀。主公难道要大义灭亲？主公公远无期，宁敢牺牲手足，也会查明真相的。诸位说的没错，这麦种入库出库重量不一，肯定是守粮库之人难辞其咎。我看尽快发落魏延，以平民心。侄儿，莫非你想徇私？乔氏清白，但我相信表兄也是无辜的。此事疑点重重，还需继续彻查。但查明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豫郡。这是我大礼貌啊！难道是另有其人谋划？不管怎样，谁也离不开豫郡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这乔氏还真是被冤枉的呀！你说什么？威侯当真要彻查此事？阿姐，请宽心，证书那边呢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此无对证的事儿，查不到您头上的。你们怎知南君今日回来？是南君告诉女君的。别人遇到这种事儿，都会先为自己开脱，可你倒好，反过来要安慰我，叫我不要忧心。在苏木寿宴上，南君出言维护了我，那就是你是相信我的，所以就算最后这件事归咎于我，应该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已下令让人彻查此事，所以还需些时日才能回来。好，南君，终于收拾好了。那走吧。夫君等等。麻烦南君帮我把这封家书寄回去吧。女君还未告诉婢，女君是如何知道今日南君会回来的？是南君告诉我的。南君和女君是在打什么哑谜？你是说此前偷偷进入粮库的是郑叔，而且是多次输入，形迹可疑啊！魏铎已经去寻人了。主公，属下去郑叔婆家寻人，得知郑叔竟与昨夜暴毙。这郑叔一死，表兄就更不可能是凶手。这幕后必定有更大的主谋。传我令下去，此事继续严查。是。哎，先生，
我有一事想请教先生。主公请讲。您平日里在家是如何称呼师母的？哦，我在家称内人为夫人。知道了。南君，这谁啊？回军爷，是我们家女军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之前那个卖种案子根本就不是女军干的，好歹主公英明，才不至于冤枉了女军。哦，我说现在怎么严查呢？还都不让咱们行人随意出城了，一定要抓住这个真凶，还女军清白呀！这么说，没准幕后主使就藏在这群人中，准备伺机混出去。那确实得严查。阿姐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他们若是找到真凶，还需在这里一一排查吗？玉楼夫人也要出城。魏良将军，外姑祖母寿宴已毕，我夫君病重，我需即刻回边州照料他，还望将军快些放行。主公有令，卖种案没有查清之前，任何来祝寿的人都不能离开余郡，望玉楼夫人配合。郑楚玉呀，郑楚玉，你为何自作主张？你这不是要害死姨母吗？夫人，人找着没有？啊，找着了，快让他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人虽是找着了，但是已经问不出话来了。啊，就说这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死了，死了？这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听说是洗衣服的时候掉河里淹死的。不可能，楚玉他水性很好，不可能被淹死的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死他，谁害死了他？啊！你必须得长点记性，如果你再继续胡作非为，总有一天会害死身边亲近之人。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莫非是我害死了他？都怪我呀！是我害夫人，不可以这样说。郑楚玉，不管是自己淹死的也好，还是被人害死的也好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咱们以后可要小心行事了。再说了，楚玉一死，现在就死无对证。南军也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呀！谁？来了！玉楼夫人，夫人是玉楼夫人来看您啦。夫人，我听闻外姑祖母病了，也不方便去打扰她老人家休息，便来夫人这里问问情况。这平日里，婆母最疼世元，但仲林忤逆，又非要把这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夫人别怪魏侯，依我看，眼下最煎熬的人便是他了。卖种案事关重大，夫人只看到魏侯被祖母责怪，却看不到魏国诸多势力对魏侯的逼迫。若此事真是世元兄所为，那魏侯定要手刃手足。那此时此刻，他又怎能不煎熬呢？是啊，我与夫人一样，也希望此事能够尽快水落石出。其实，这幕后主使是谁，倒也不重要。只要不是世元兄，
那微侯便也能松一口气。侄儿，这麦种一案查得如何了？若迟迟没有线索，那就放我跟各位宗亲出城吧。是，都待了几天了。我已经查到，有人多次出入粮库，此人正是多年服侍在我母亲身边的郑叔。那既然人查到了，把他带过来，是真是假，一审便知。但不巧的是，郑叔昨夜突然暴毙。死了？也就是说，死了，死无对证了。我说钟林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，这事儿可不能糊弄过去。若今日糊弄过去，哎，明日魏国所有的死囚都拿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为自己脱罪了。对呀，那这对呀，这有道理啊！我可以证明。仲林所言，句句属实。郑叔，他常年伺候在我身边，我二人情同母女。我因家族仇恨，难容这巧女，便与楚玉里应外合。征收了麦种，想嫁祸乔家。此事，世缘全然不知。真相大白了。不过夫人，寥寥数语就想替史君脱罪，别忘了，魏国也有律法。将军莫要猴急，楚玉出嫁以后，便不可随意踏入魏府。每次他来，我都是差人将他接于偏院。宗亲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。我也请大家想一想，在婆母的寿宴上，是谁提出要看麦种的？哎呀，正是朱夫人。此事是内宅妇人之争，与史君无干呐。那这如此一来，此事并非正事，而是家事了。对呀，既是种姑之母，就无法用律法责罚，应当交由太夫人发落才是啊。对。主公，这也是保全女君与世君最好的办法了，请您定夺。开放城门，让各宗亲出城归家，将母亲送去北院，交祖母发落。夫人，慢走。我以前只知道你是蠢笨了一些，可是没想到你有一副蛇蝎心肠。婆母息怒，婆母，您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儿媳的确听信郑叔所言，将麦种调包。可是郑叔麦种之事，儿媳真的是全然不知啊！郑叔麦种的事，不是你干的，因为你想不出这么聪明的办法。你这个榆木脑袋，就是学人家坏，都学不到点子上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去祠堂罚跪反省，抄经拜遍，以儆效尤。夫人，夫人。钟离，我现在虽为边州女君，但有些事从未遗忘半分。幼时，我曾觊觎你家，双方议亲，选中人的兄长。可惜，是我没这个福分驾驭他。如今每每忆起故人，只能以玉佩寄托相思。这边州路途遥远，
还是早些上路吧。为侯保重。保重。南君，玉楼夫人唱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？是《诗经》里的玩兰，讲的是儿时的玩伴，如今装模作样、不可相认的故事。阿姐，别再悲伤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消几日，便可以回去做我的玉楼夫人，何悲之有？况且，此行虽未成事，但你我也全身而退，应当高兴才对。玉楼夫人，请留步。望玉楼夫人，日后不要再来于郡了。为何？你与魏家虽有情缘，但也经不起搓磨。如今你贵为边州女君，又与魏家的立场相悖。虽然不知你此行有何目的，祖母嘴上虽不说，心中未必欢喜。我不忍心看到他老人家再想起不开心事，所以也就不便再相见了。世元兄，还真把自己当魏家的人了。多谢世元兄关心。世元兄还是多想想，自己留在魏家能否自得吧。表兄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可以不见我，但是祖母还等着你去请安呢。表兄，少主，魏家人惯会哄骗，少主万万不可再心软。少主的体腔里流着边州陈氏的血，主公对少主日思夜想，急待少主回去助力。借少主雄才，真就甘心在此一辈子驱使于人，不得斩制。魏家人知你身世，对你疑心不容于你，甚至不惜为了巧女，将你置于死地。少主何不就此跟我回边州啊？南君，可还是在为表兄的事情忧心。这件事儿，表兄伤得最深。而且今日我见过祖母，她也十分想念表兄。边州陈滂，定是要和表兄相认的。只是魏家如果再不跟表兄说实话的话，表兄可能就要走了。的确如此。我几次去找他，他都避而不见。我又不想强人所难。南君，我和表兄在魏家的处境相似，且愿意替南君劝说表兄。南君若是信任的话，不如这件事交给妾去解决。
这码是什么？啊，南君既然已经决定休学，我略懂水利，想要为南君分忧。水陆选线关乎人力财力，所以至关重要。最近我翻阅了些资料，做了些批注，希望能帮到南君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南君，你看这3座山，这是荣郡北部的地势。我翻阅了许多资料，发现它比新都的地势高出去许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这儿往这儿修的话，那务必会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。但是过来本来就看不见，哎，那你说这2侧是什么？啊，2侧是谷，说明有山。如果贸然通去的话，会引起灾害。但如果顺着山谷就去，祖母寿宴之后，每日心事重重，表兄又对南君避而不见，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出此下策前来叨扰。我本以为在魏家，你我的处境一样，没想到是我高估我自己了。你是自己人，我是外人。是家人还是外人，只靠血脉做定论吗？连你都知道了。妾初来于郡的时候，没有人认我这个魏国女君，大家只觉得我是仇敌的子孙，妾心里亦多有忐忑。可如今我却受到了南君的信任，祖母的疼爱，表兄觉得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魏家妇，只要你承认自己不是乔家女，祝宁和外祖母他们不会刁难你。表兄又错了。若是我背弃了自己乔家的身份，南君不但不会善待我，还会瞧不起我。妾是魏国女君，自然不会做对魏国不好的事。可是我生于燕州，永远都不会背弃自己的故乡。我为燕州百姓谋算之心，从来不会避讳南君。我们夫妻2人如此坦诚相待，方能得到彼此的信任。话说得真漂亮。只有我把自己当成了魏家人，南君才能把我当成是自家人，表兄亦是如此。我把自己当成是魏家人，也是魏家人把我当成是
妻子。表兄觉得自己是妻子，无人关心，可祖母却因为这样一个妻子病倒了。祖母的身子一向很好的。祖母听闻南君要重查案子，害怕发落表兄，一时起火攻心晕倒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有瞧过失忆吗？表兄不用担心，并无大碍，只是祖母一直卧床不起，且斗胆猜测，祖母不愿意告诉表兄，并不是害怕麻烦，而是害怕他最心爱的外孙与他祖孙离心，不愿意去看望他。外祖母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世远，我明白了。外祖母无事便好，我先行告辞。世远，你是不愿意再见外祖母了吗？